当你在进行理财和投资的时候，是否会因为对风险及不确定性的不了解而担心亏损？或者因为面对市场上众多的投资工具和策略不知怎样选择？又或者因为投资回报来得很慢而担心错失更好的机会？有很多人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共度，不希望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工作上，从而转向为了追求财务自由而研究投资，努力赚钱，但是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为了追求财务自由，我们不仅牺牲了生活品质，报酬率也不及预期。畅销书作家 Justin Donat 写了一本书《不被投资绑住的乐享生活理财族》，正是帮助人们平衡理财和生活的一本书。Justin 除了是一位投资顾问，也是财富创造者专属网络 Tag21的成员，而他创造的投资系统也已经被证实了是一个可持续重复的生产回报系统。不被投资绑住的乐享生活理财族这本书曾被《华尔街日报》评为畅销书中的第1名。他在这本书中介绍的理财的4大原则和10大金律，可以让你享有更多的财富、时间以及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本书中提到的乐享生活理财族的10大金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频道理念是与你共同成长，助你实现财务自由。我在频道中会分享投资理财的知识和个人成长的内容，欢迎点赞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Justin 在这本书中分享的第1条金律就是生活摆第一。他分享自己的现状，40岁的他每天起床之后的第1个小时就是阅读、祈祷、冥想、写日记，然后锻炼身体。在锻炼身体过后，他就会查看自己的8位数的投资组合和7位数的银行账户，同时反思生活愿景，包括家庭的度假目标。接下来他才会正式的投入工作，然后在下午2点左右就下班了。他选择每周工作3天，也明白如果自己愿意，可以停止工作好几年。现在的他就是一个享有时间自由、金钱自由、人际关系自由和影响力自由的乐享生活理财族。那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乐享生活理财族，第1步就是改变了自己的心态，用富人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同时他还优化了财富的意义。作者认为，金钱只是财富的一部分，而身体健康、情绪状态、精神冲劲等也都是财富的组成要素。金律2，降低风险。作者把降低风险作为第2条金律介绍，就是因为在投资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100%正确的，每个投资者最终都有可能赔钱。为此，作者设定了2个目标。那第1个目标就是保护本金的安全，避免与投资本金相关的任何潜在损失。在进行投资的时候，要尽可能快的把本金拿回来，这样风险归零，接下来还能够继续坐收增值之利。第2个目标就是无论投资或者贷款给谁，要让对方意识到违约的损失是远远大于收益的，这样他们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履行与你的协议。为了能够达成以上2个目标，作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降低风险的策略，例如拥有强有力的法律文件，确保自己在资产上拥有优先担保的地位，想办法一开始就拿到前期费用等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金律3，找出潜在的交易机会。作者有2个掌握潜在交易机会的指导原则。第1条就是关注新兴市场或者是主流以外的潜在机会。第2条原则就是关注经济发展趋势，掌握强劲的发展机会。金律4和5我放在一起说。金律4就是尽快拿回本金，金律5就是立即创造现金流。作者投资成功的最大的重点就是金钱的流通速度，而金律4和金律5就创造了金钱的流通速度。在金律2降低风险中，作者也强调过要尽快的把本金拿回来，让风险归零。而资金没有被迅速拿回的第2个问题，就是将资金投入到一项长期项目中，就会被锁住，无法再动用。例如，我们把钱投入到一项长达10年的投资中去，那么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些钱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而只是被闲置着。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认为更好的策略是把钱投资到5笔或者更多笔不同的交易中，每笔为期1到2年，这样可以立即产生现金流，能够更快收回最初的投资，还可以把收入和报酬拿来进行再投资，产生复利。那对于怎样可以找到立即创造现金流的投资，作者认为有时候最不明显的，甚至那些不受欢迎的投资，
往往可以产生最佳的现金流。作者列举了自己投资移动屋园区和工业仓库的例子。乍看之下，住在这些地方的人非常的复杂，而且这些地段还容易有负面新闻产生，投资这样的物业非常的奇怪。但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住所，而这些物业提供给低收入户住房，所以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通常只需要提供很低的首付就能购买，而且这些物业的价格都很便宜，风险相对更小。这样的住所也更容易进行改造，甚至不需要改造就可以直接拿来出租，能够立刻带来现金流。而这些资产通常是私人房地产基金的购买对象。作者作为个人投资者，却通过研究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低风险的可以立刻创造现金流的机会。那我把金律6和7也一起解说了。金律6，寻找收入扩大的方法；金律7，优化交易。传统的投资人常常满足于每年10%到15%的投资收益，但是作者却不会止步于此，他会使用各种扩大投资的方法，并且通过谈判获得更优的条件。例如，他会要求增加优先报酬或者是利润分割，也会寻求管理费用或者是行政费用的折扣。作者还会试图获得幻影收入。幻影收入是指从根本不存在的资金中赚取报酬的能力。创造幻影收入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罗伯特·清崎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介绍过的，向房客收取租金、付清抵押贷款。那这种做法能够减少债务，并且增加资产的价值。那对于像作者这样的乐享生活理财族来说，他们常用的幻影收入就是利用特别设计过的终身保险保单，为投资提供更多的资金。作者在第一次投资移动屋园区时，就是通过用保险质押取得的贷款来支付移动屋园区的首付的。在投资移动屋园区的第1年，作者赚到了36%的现金报酬。同时，他也从终身保险的保单中获得了6%的内部报酬。因为抵押人寿保险贷款需要支付3%的利息，而由于保险公司的配息都是免费的，所以最终获得的总的资本报酬率是36%加上6%减去3%等于39%。作者强调，这是没有风险的免费资金，那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产生的风险也极低。金律8，去除不必要的费用。好事多、山姆会员店、沃尔玛等知名的零售商都找到方法，知道如何去除中间商，保留更多的利润，用更少的钱为顾客提供更多的商品。那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投资领域，也可以省下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率。作者在刚开始进行投资的时候，总是亲力亲为，但是当他的投资达到一定规模时，还是利用了重点资源帮忙达成大笔交易。那这些重点资源就包括了可以给他带来他原本不知道的交易的优秀经纪人，为他介绍从未想过或听过的金融产品的优秀金融顾问，以及向他介绍金融工具的银行家与金融机构。那他向这些人也支付了不菲的佣金，但是也承认这些资源的确帮助他建立了数千万美元的投资组合。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不过作者强调，在使用中间商的服务时，必须要分辨出价值超过成本的中间商和成本超过价值的中间商这两者的区别。怎样区分这两类中间商呢？作者建议我们提出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当你输了，他们会赢吗？我们要警惕那些无论我们是否盈利，他们都能赚到丰厚佣金的经纪人。第二，他们有切身之痛吗？第三，他们言行一致吗？第四，你可以从哪里节省时间或者金钱？如果你能为这4个问题都找到答案，就不难区分出成本超过价值的中间商，然后省下不必要的费用了。金律9，利用杠杆创造优势。在这一章节，作者介绍了几类融资的方式，例如卖房融资、证券化的贷款等等。不过我打算详细介绍的是作者分享的一个成功策略，那就是购买资产并且永远不出售。如果你需要现金，可以将你的资产，像是房地产、股票、终身保险等等，当做抵押品。只要贷款利率足够低，而且资产能够持续增值，你就可以用增值的数额做抵押，来进行永久贷款。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由于你有一笔贷款，并且没有出售你的资产，
没有相关收入或者资本利得，那就不必缴税。实际上，这是有钱人惯用的避税方法，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却不会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像股票这样的资产还可以抵押，又或者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位税务专业人士可以给出提醒。金律10，向专家学习。有些人认为自己不能够做投资，是因为本身不懂投资，但是作者却认为不懂投资可以学习，一旦开始投资，很快就会被逼着去了解相关知识，这是最快的学习方法。而且你还可以雇佣专家，或者和一群顾问一起工作。作者采用上述的10大金律，兼顾了生活与投资，运用了低风险又能迅速回本的投资法，实现既不被工作绑住，也不被投资绑住的财务自由和理想生活。你认为还有哪些有用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轻松快乐地进行理财投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